怎么样？怕了吗？如此阵仗，谁能不怕呀？刚才你那通骂，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。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我刚刚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们叶家世代清贵，就连我妹也把清明看得比命都重要。如果放在以前，我肯定跟他们一模一样。可是你被我骂醒了，你说的对。守着虚名，一死了之容易，背负着更重要的责任，挣扎着活下去，要难得多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人既然来了，自然要会一会。梁王老贼，你可算是来了！来者何人？我是你远房的爷爷，你这鸡鸣狗盗之徒也配问我姓名？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！你睁开眼睛看清楚，我们王上身后有10万大军，踏望都，如履平地。你若主动打开城门，放弃抵抗，或许可饶你一条生路。我赏你个大烧饼，你吃不吃啊？你们这群臭鱼烂虾，打输了逃到我们这儿，还有脸嘚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德行。我奉劝你们啊，放下武器，弃暗投明，以后遭雷劈的时候还能少挨2下。大胆！我就大胆了，怎么着吧？有本事你打我呀！不打你就是我孙子。进攻！开城门！是，开城门！快开城门！戒备！叶主播，他们离城门不远了，此刻再不下。等等，按救师的计划来。叶主播，越来越近了。到了城前再放箭。若是到了跟前才射箭，就太迟了。停止进攻，撤兵！这个门市，他挥不出剑，红人如错。
青丝华发似两鬓散落，风乱破风烟落，与君对我，命定对酌。关城门！拂袖去，不恨酒醉，要唱一句高歌。与君纵马，驰骋山河，与君战场上，无惧离索。风华云烟碧色子。顾兄，他们果真扎营了。这梁王大军本就败退于幽州兵之手，再加上千里奔袭，人心惶惶，将士们疲惫不堪，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，他们不会轻易攻城。而且梁王这人吧，本性多疑，咱们越是浮夸，他心里越没数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攻城时机。等咱们加固好城门，他们再想攻可就难了。今晚就加固长江城门，咱们坐观死守，等待回援。皇上，城里还是没有出兵。让全营将士们歇下，后营继续戍守。是。皇上，这已经是敌军今夜第3次敲战鼓而无人出战了。看来望都此举应该只是为了让我军心而已。如今天马上就要亮了，我们后营的将士们也一夜没有。本王何尝不知啊！可是这幽州军到底戍边大戎几十年，战功无数，还真是不能小觑啊！皇上所言甚是。白天带兵的那个小子，也不知道他是幽州的哪号将领，行事作风竟然和范宣、周高朗全然不同。在下看不透他。我已经命人去查了，现在望都城内部兵力军备一概不明，本王着实也是有点不敢赌啊。在下明白。皇上，如今已经到了最后一刻了，我们可拥有泱泱10万大军，如果不拿下望都，您心甘吗？皇上，您看朕！皇上，下令吧！传我的令，后营将士们也去休息吧，趁天未亮，好好的睡一觉，等明日我们就攻城。是。顾兄，天快亮了，是时候了。今日召集大家来，是想告诉你们，敌人已经打到我们头上，咱们有手有脚，不能眼看战士们在前线拼死拼活，咱们也要动起来。前方有战士，后方有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守护望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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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喊什么喊？还让不让睡觉了？皇上不好了！皇上，敌军杀进来了！主子小心，他们围上来了！撤！ 快点追呀！快！快点！皇上，没事吧？啊！皇上，查清楚了，守城主将乃是唐津望都县令顾九思。谁？顾九思？ 你说的是不是本王嫡妃的亲外甥，扬州顾家大公子那个顾九思？正是。好啊，好你个顾九思！梁王派人传来消息，说要你出城续一续。 看来我这一仗终于知道我们的乖性，正好，我去会会。你真的要去啊？可是他们人这么多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他若是心里有底，还找我要什么？早就打。眼下咱们越是有恃无恐，他们就越看不透咱们的底细。如今这个情况，咱们只能赌他根本就不敢攻城。 如此，望都才有存活的希望。我跟你一起去，以防万一。范兄，派去巡太子结束南巡。返京主持大祭的随从们，只带回了一具尸体。太子已死。太子是中毒而亡，周身上下没有伤痕，做不到假。一定是良贼所为。 我个心狠手辣的逆贼！如今这良贼之子仍然率领残部据守在东都门外，做困守之斗，而城中只剩太后孤儿寡母苦苦支撑。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，恐怕京中的百官会心存浮动，人心即是惶惶。大兄，事已至此，唯有全军压阵东都，迅速扫清逆贼余党，挽救我朝清退之势，安定天下之心。只是这样的话，就无法及时回兵望都了。范兄，
子不长兵的道理不必我多说了吧？梁贼此次分兵逃往幽州，为什么？他们打的就是围魏救赵，逼迫我们幽州军分兵回援的主意。若你我都随了他的愿，一步失了先机，那就会步步掣肘啊！樊兄，幽州是你我老哥俩的家，我知道你舍不得，难道我舍得呀？啊！可现如今东都生乱，若皇城彻底失守，各州节度使生出逐鹿之心，那受苦的可就是全天下的百姓啊！更何况如今此次来东都路途遥远，望都城内也就1万军士戍守，恐怕现在都已……你不要忘了，望都城还有个顾九思在。那小子，哼，那小子欺瞒顾家，和梁贼亲远的账我还没找他算呢。看在他这次筹粮有功的份上，如果他死守望都，那倒也就罢了；如果他贪生怕死投了梁贼，我定要亲手拿他祭旗。兄弟，你信不过叶儿的眼光，也该信得过我啊！坏人，我来做。樊兄，你当是个人君。开城门！周将军回来了，快开城门！将军，节度使，将军，周小公子带着范小公子来了。昨日我心里便嘀咕，这等机敏伶俐的少年人，不知范宣是从何处选来，看上去却有几分念名的影子啊！莫怪仪仗没把你认出来。我记得我上回见你的时候，你才5岁，啊！行军艰苦，仪仗也没有什么好送你的。这个呢是今年扬州进贡的宫中的牧羊春，肯定是赶不上你以前喝的那些，不过也算是能入口。往年江南的茶叶下了，你娘会亲自选出一批最好的，给你姨母送上一份，我呢也就能沾一沾你姨母的光。而如今呢，真的是物是人非了。顾某年少时确实荒唐轻浮，可如今见天下疾苦，已不再贪图这些享乐之物。殿下，有什么话直说吧，不必客套。九思，你是我外甥，这话生分了啊！若你卫星刀兵祸乱天下，我当然可以喊你一声仪仗。可如今，确实物是人非。